拜登终于知道求饶了，拉夫罗夫宣布一则重大的消息：中俄强化战略合作前所未有，美国破防，但也没办法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近段时间，美国借气球事件是大做文章，让美中局势陷入到了僵局之中啊。在击落中国民用飞艇之后呢，美国又陆陆续续的击落了一系列的飞行物，这一操作属实有点让外界是看不懂的。而唯一的可能解释就是美国想借机推高中美的局势，为战争呢奠定舆论的基础。然而在一连串强硬操作之后呢，拜登突然又改口，所以拜登表示，美国不希望与中国发生冲突，爆发新冷战。而与此同时，美国也期待同中方进行对话谈判。这样的表态呢，在此刻看来是非常突兀的，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所作所为都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：美国正在为一场潜在的美中冲突来做准备。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拜登短时间内骤然改口呢？在其发表讲话的前一天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做了一次重大的表态。拉夫罗夫表示呢，俄罗斯近期将同中方开展一系列的高层对话，这是双方强化两国战略合作的又一重要体现。而包括拉夫罗夫最新的表态在内，外界明显可以发现，近期中俄双方呢是互动甚密。2月初，中俄举行了外交部门的磋商，而后王毅又受邀访问俄罗斯，如此高频度的往来，在以往呢是并不常见的。在不探讨谈话具体内容的情况之下，我们依然可以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，那么中俄之间的战略互信程度正在显著的提高。特别是在世界局势动荡的关口，俄罗斯和中国两个世界级大国自然是备受关注。眼看中俄越走越近，美国该怎么办呢？对华求和，缓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，目前看来是美国应对中俄加速联合局面的策略。而从拜登对华求饶可以窥见这一点。但是呢，在中俄加速联合大趋势面前，美国再怎么破防，其实都拿中俄没有办法。在美西方的共同围堵之下，中俄互为对方的天然战略合作伙伴，而这种联系是基于现实、基于国家战略之上的必要选择。如果美国想要切断中俄之间的联系纽带，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放弃对中俄的围堵。不过这同霸权本质又冲突了，所以说来说去呢，这就是一个伪命题。而美国必然会加速对中俄的围堵，而中俄呢也必然会加速联合。退一万步来说，美国对中俄实施逐个击破呢也并不可行。就像美国这次死磕俄罗斯，结果也是一样，导致中俄走向联合。即便窥探到这一结局呢，美国也不得不这样做。如果现在不对俄罗斯出手，那美国将丧失对欧洲的控制权，届时霸权只会消亡得更快。从长远来看，中俄联合对美国的霸权同样是致命的。换句话说，无论是美国现在怎么做，霸权呢必然消亡，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而美国拿中俄根本就没有办法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